这一次我们拿到一辆全新的宝马 i5 1.540的版本，区别于国内的长轴距车型呢，这是一辆原汁原味的标准轴距车型，相信在驾驶方面应该会有着不一样的体验。首先来看外观啊，这一代的宝马5系因为它采用了油电同平台的设计，所以在外观上这辆宝马 i5 和汽油版的5系不会有太大的区别。整体的设计呢，相比上一代车型，我觉得它是会更加的偏厚重沉稳一些。我们拿到的是一台 M 运动的套件版本，再加上这一代标志性的车头带日行灯的设计，其实在夜间行驶的过程中，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。至于价格部分呢，欧洲它的售价是7万欧元起售，跟国内的宝马 i5 价格相比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而内饰的设计呢，应该是这次5系饱受好评的部分，因为它是完全沿袭了全新一代7系的设计，让它自诞生之初就带上了小旗舰的光环。内饰的氛围灯的加持也让它看起来非常诱人，非常具有科技感。驾驶部分自然是它和国产版最大的不同，这辆车是一个后驱的版本，它的最大功率达到了250千瓦，400牛米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呢需要6秒左右，它的续航里程在 WLTP 动态工况下为582公里。实际开起来，我觉得它的感受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因为它不像那些比较激进的电动车，它的电门初段相对的会线性一些，开起来会有一定的这种从容感。初段的 i5 呢，其实并没有显现出太强的运动属性，整个加速过程以及车辆带给你的反馈呢，都非常的四平八稳。在日常的城区，包括限速的区间内呢，其实它行驶的过程中，车辆带给你更多的是豪华感，是一辆5系应该带给你的平和与稳重。而这辆宝马 i5 其实它实际开起来的感觉，要比它的视觉带给你的更加的轻盈一些，没有那么的厚重。虽然这辆 i5 它的后轮仅可以转动 2.5 度，但整体的转弯半径还是相当可观的。再加上相对轻盈的转向手感呢，让它这辆车在奥斯陆里面这种狭小的单行老城区街道，其实也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困扰。整辆车的视野还是偏中规中矩的，当你在山路里面经过弯心出弯的时候，猛地踩下加速踏板，这辆车它还未顺直的后轮，其实在某些比较极端的情况下会稍微有一些拖沓。当你在超车或者急需动力顶上的时候呢，拨动方向盘左侧的拨片，整辆车会瞬间的进入一个10秒的超强模式，它立即释放的340马力以及机动扭矩呢，让这辆 i5 即使在德国这种不限速高速上超车也会非常轻松，非常的游刃有余，不会有任何让你担心动力的这种感受。当它的时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之后呢，其实它的再加速能力你也完全不用担心。在我们这次整个4000公里的行程中，它经历了不同的路况。这辆宝马 i5 其实它搭载的驾驶辅助功能呢，也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当你在高速上开启的时候呢，它的这种操作并不繁琐，而且开启之后，包括和驾驶员接管的逻辑呢，也都非常清晰。当它的自适应巡航开启之后呢，你的手只需要轻轻的搭在方向盘上，车辆就会进行智能的变道。除此之外呢，在高速路段行驶过程中，它的变道、跟车，包括自主的加减速过程也都非常的顺滑，没有任何的生硬感。这辆宝马 i5 1.540其实它也标配了后空气悬架，在你经过坑洼路段的时候呢，其实整辆车它也能够很好的抵消路面的这种颠簸感，提升它颇具豪华的驾驶乘坐感受。当你需要更强的运动支撑性的时候呢，仅需要激活它的运动悬架即可。在运动模式下，悬架的压缩回弹也都很决绝，没有任何松散的感觉，整体的驾驶质感还是非常符合豪华品牌一贯的感受的。而 i5 在保留一台5系应有的行驶舒适性之外呢，其实它并没有抛弃一台作为宝马的运动表现。虽然新5系的一切都变得更大、更宽、更科技了，但整体我觉得相比同级的竞争对手而言，它的悬架表现以及车辆在日常极限状态下的动态表现，我觉得适配的都非常到位。
所以总的来说，如果你需要一台兼顾运动感以及精致细腻感的电动车的时候，那么当下这个时间段，i5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我强烈建议啊，在选择前应该亲自的试驾体验一下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次的试驾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